炼的传送阵还未被发现。是他，南宫丸。不想死的就赶快走。这好像是南宫婉的声音，真是此女。这位和他有过合体之缘的女子，虽然和他说过的话寥寥无几，但作为韩立人生中的第一位女人，其心里早就将对方的音容笑貌全部深记在脑海之中。而这声音确实是像南宫婉，只不过嗓音似乎沙哑了点，韩立还是有点惊疑不定。韩立正在震惊之际，后面紧追的血雾和那片粉红的霞光似乎被蒙面女子给吓住了，不约而同地停在了10几丈外。接着血雾和霞光稀疏了起来，同样露出了里面之人。那血雾中的果然是鬼灵门少主王禅，另一侧霞光尽散，露出了男女2人，则让韩立目瞪口呆了起来。男的是那燕灵宝见过的艳丽如女子的妖异男人，女的竟是失踪多日，估计早就落入魔道之手的董轩儿。董轩儿神色清冷，原先的狐媚清冷不知何时竟荡然无存，显得端庄无比。更令韩立惊异的是，其修为原先是筑基初期，竟然提升至了筑基中期的境界。韩立看着董轩儿和妖异男子并肩站在一起，不禁眉头紧锁。而与此同时，鬼灵门少主和艳丽男子与蒙面女子的冰冷眼神一对，同时露出踌躇之色。对方虽然已和一位鬼灵门的结丹期高手2败俱伤，应该无力抵抗，但毕竟此女在偃月宗攻防战中可是杀伤了无数魔道修士的结丹期修士，万一对方拼死一击，硬拉上他们2人同归于尽，这可就太冤枉了。有此想法的2人不由互望了一眼，谁也没有抢先动手的意思。见此情景，那艳丽诡异的男子眼珠一动，就微笑着冲蒙面女子说道：若是在往日南宫前辈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和王兄自然是望风而逃，但是现在不会。即使晚辈看在偃月宗和合欢宗的渊源上，想放前辈一马，可这位鬼灵门的王兄也不会罢休啊。艳丽男子完全一副我们是自家人，什么都好商量的口气，但却不客气地将鬼灵门少主正面推了出去，当做了挡箭牌。王禅听了此话，心里大怒，但他同样是喜怒不形于色之人，于是冷望了对方一眼之后，就不慌不忙地说道：听说合欢宗秘术中有一门的玄月吸阴功，修炼的男子可以通过双修之术将女子的元阴强行吸纳一部分去，虽然不多，但以前辈的结丹期修为，想必可以让这位天公子借此由基筑中期的瓶颈进入到后期了吧。王禅此话一出口，艳丽男子脸色微变，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苦追此女不放的目的竟然被王禅一眼看穿，心里不禁有些恼羞成怒。而与此同时，那蒙面女子却2眼射出羞恼之色，银牙一咬：一丘之貉，找死！说完一抬手，一片白蒙蒙的剑光铺天盖地地射了过去。对面的王禅和艳丽男子见此情形，同时大惊失色，身上血雾和霞光瞬间涌出，就要马上飞遁后退。那站在一边的董轩儿同样被男子霞光罩住，瞬间3人急速后遁。一位结丹期修士的寒恨一击可不是他们3人能硬接下的。那漫天的白色剑光在蒙面女子的推动下，仅追出去10余丈的距离，突然云雾消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站在法器上的女子曼妙的身子晃了几下，一副随时都要栽掉下来的样子。见此情形，艳丽男子和鬼灵门少主大喜，同时由退变进冲了上来。韩立在下面看得真切，不加思索往储物袋上一拍，13枚红线遁光针自动跳到了手上，韩立双手便紧扣住他们。就算此时出手再危险，韩立也不可能眼看着南宫婉香消玉殒，毕竟他们再怎么无私冷漠，
也并非真的六亲不认、冷酷无情。况且他自信，现在的他也许还不是鬼灵门少主二人的对手，但若一心想逃的话，还是绰绰有余。就在韩立一扬手打算将这些飞针放出，救下蒙面女子之时，天上的情形却有急转直下，发生了巨变。原本在剑上站立不稳的蒙面女子，在王禅等人欺近身前，忽然身形一稳，秀目寒光一闪。王禅和那艳丽男子见此，面露害色，顿时心知中计了。但他们想要回头远遁时，已经晚了。只见女子双手一扬，无数的冲天剑气再次飞出，刺目的白光将三人彻底淹没在了其中。看到此幕，韩立心里一轻，手中紧扣的法器也略微松开了些。这时整个天空都被蒙面女子的剑光照耀成了灰白色，而在白光中的血雾和霞光虽然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舟摇摇欲坠，但却一直随波逐流地硬撑了下来。特别是那艳丽男子和董轩儿在霞光中，两人双手射出青红两色气光，竟能抵消剑光狂攻。这种情形让韩立皱了一下眉头，低头思量了一下，人就无声地从原地消失。与此同时，天上的蒙面女子却焦虑万分。她虽然用计将这两位魔道的后辈困住，但现在的这种强度攻击，竟一时拿不下三人，这真是出乎了意料之外。而不久前，他和魔道的一位结丹期修士大战了一场，结果法力消耗殆尽，差点就和对方同归于尽。后来虽然逃出了重重包围，但伤势严重，令他都极为心惊。更糟糕的是，和元神紧密相连的法宝在比拼中大损，短时间内无法动用，并且因为有追兵存在，无奈之下，他只能动用了大损元气的秘术，强行提取体内的一部分潜力，来激发出一丝灵力出来，好御气遁走。但没想到，虽然大部分的魔道之人都被其甩掉，但这三人却是魔功奇特，竟能紧随其后不放。如此一来，他只能设法灭掉三人，否则等秘术功效一过，他即使是结丹期修士，也只能任人宰割。而他之所以选在此处停下，是因为刚才神识感应到这里有一名修士存在，虽然不知是其何人，但身上却没有魔宗六道的魔功气息，这是无疑。并且这人是名筑基中期的修士，不是修仙大族的修士，就是其他五派同盟修士才对。因此抱着情况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的想法，他才飞遁于此处，大有把这名修士一同拖下水的意思。这样的事情说不定还有什么转机，可万万没想到，这人的神识倒也不弱，竟远远的闻声藏匿了起来，完全一副不想惹麻烦的态度。这样一来，蒙面女子只能停下独自对敌，让他对这人恨得牙根直痒痒。可没想到，另一个要命的意外出现了。这三名魔道中人韧性十足，身上又有极厉害的防御法器，以他用残余灵力施展的功法神通，竟一时灭不了对方。而他身上的高级符箓和其他厉害的法器，早就在争斗中消耗得一干二净。如今的他感觉到体内的法力一丝丝的流失，这让他的心直接下沉。正在对面剑光中苦苦支撑的王禅等人，感到如山一样压着他们喘不过气的剑光渐渐稀疏了起来，接着彻底消散，这让三人一呆。但马上看到蒙面女子木然地站在法器上，双目黯然无神，并且身子让人怜惜的有些微微颤抖。王禅和艳丽男子互相望了一眼，心里惊喜了起来。但是刚刚吃过的苦头还是让他们二人犹豫了一下，不敢轻举妄动。可就在这时，下方飞出了一道白光，这白光快似闪电，眨眼间就到了蒙面女子的身前。在白光中似乎有个人影一晃，将那蒙面女子拦腰抱住，接着白光一掉头，竟然朝着下方沿着原路飞了回去。这一幕让王禅和那艳丽男子勃然大怒，他二人怎会让到嘴的肥肉被别人抢去？不加思索地施展起遁术，顺势直追了下去。但董轩儿这次站在原地，并没有动身去追的意思，反而流露出了惊疑的神色，因为那个人影让他觉得眼熟无比，不禁让其踌躇了一下。
数十丈的距离让这白光刹那间就飞落到地上的一片密林中，同时白光一脸露出了一名相貌不起眼的青年男子。这男子正一手抱着蒙面女子，抬头仰望追来的王禅二人，脸上毫无表情，但那蒙面女子却无力地在男子怀中挣扎，眼中满是羞恼之色，似乎正要呵斥男子什么，但男子根本不予理会。原来是你呀！是你！看清楚男子的相貌，王禅和艳丽男子几乎是同时叫出了声。他二人都认出了半路上杀出来的韩立，在惊诧的互望了一眼中，就不再犹豫的各自施展神通冲向了韩立。只见王禅身上的血雾大涨，转眼间就布满了20-30丈的空间，血腥之气大起，气势惊人之极。而艳丽男子冷笑了一声，手中突然多出了一根玉笛，略一挥动，清明之声传出，紧接着身上霞光和清明之声呼应，竟脱体化为了一只粉红的孔雀，径直地向韩立飞去。而他本人则不甘落后的紧跟着孔雀之后。见到二人气势汹汹地过来，韩立终于露出了一丝慌乱之色，他猛然一踩身下的小舟，小舟顿时发出刺目的白光，并微微颤抖，似乎就要激射而出。这时王禅两人的惊人攻势已到了韩立的头顶，彻底将其逃出的路径堵死。他们甚至清楚地看到，原本正挣扎的蒙面女子身子竟然不动了，明眸中满是绝望的神色。这让两人心里大安，看来这位结丹期女修士全无反抗之力。可就在那惊慌中的韩立却忽然神色瞬变，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